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没开灯的家里昏暗冰冷，借着月光，宋法垂头看向即将归向0点的指针，机不可闻叹了口气。第3个婚姻中的生日，又是没能等来万良觉的身影。他在黑暗中不知枯坐了多久，直到天边隐隐泛白，玄关处才响起开门的声音。万良觉裹挟着一身寒气进来，见到沙发上的人影，下意识皱了皱眉：“你怎么在这？”见宋法没应声，他的目光才挪到那块已经被蜡油滴满的蛋糕上。“哦，你生日是吧？不好意思，忙忘了，钱给你转过去了，想要什么自己买，我很累，先去睡了。”随着叮咚一声到账提醒，万良觉头也没回进了卧室，没有任何其他的歉意和祝福，就像为一个普通员工庆生一般，充满机械性。宋法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人气的态度，他没再纠缠，而是面无表情按亮手机，屏幕界面正停在梁诗琪那条0点发的微博上。9宫格照片里有2个人的手食指交叠，共同佩戴的情侣对戒分外刺眼。配文是：“庆幸有你在身边，每天都是纪念日，即使没有露脸，宋法也能清楚认出那是万良觉的手，甚至照片里的戒指他也认识，是他钟爱的设计师所设计的最新作品。”可笑当时万良觉假装无意向他问起哪个款式值得推荐时，他还以为那是他即将收到的生日礼物。宋法眨了眨干涩的眼，突然笑出了声，原来这才是戒指真正的主人，原来这就是他所说的忙到忘记他生日的事。画了一半的蛋糕，口味恶心又甜腻，分不清和口中的苦涩相比，哪个更难以下咽？宋法觉得，此时的他或许应该声嘶力竭质问，又或是像从前那样竭尽全力挽留。可他好累，自从梁诗琪回国后的每分每秒，都让他觉得无比疲惫。他呆坐了许久后，沉默起身，将抽屉里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拿好，推开了卧室的门。万良觉背对着门躺，从这个角度正好能看到刚说很累要睡了的人，此时正对着屏幕聊得开心，满屏的聊天记录全是和梁诗琪一个人。而听到开门声响的万良觉下意识将手机藏回身后，眉目紧蹙，张口就是数落：“你别胡思乱想，我和琪琪在聊工作而已，你别又闲着没事找事，看多么明显的此地无银300两。”可惜宋法已经根本不在意了，无论是这个男人在和谁聊天，又或者他真正爱谁，陪谁过节日，都已经不再重要。他现在只想要解脱。宋法闻言点点头，抬手将离婚协议书朝万良觉递过去，淡淡道：“没乱想，我有事找你。万良觉，我们离婚吧。”宋法平淡的声音像一颗火星，骤然将万良觉的怒气引爆。他坐起身，一双好看的眼睛里此刻蕴着怒火，一把抓来协议书，连看都没看就撕得粉碎。“你到底有完没完？这种无聊的把戏你究竟还要玩几次？”“宋法，我说过很多次，我和琪琪没什么，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用这种手段威胁我，逼我就范？”万良觉的语气里尽显疲态，还带着点恳求的意味，仿佛那个在婚姻中屡次越界，不肯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另有其人。可分明是他自己心猿意马在先。宋法看着眼前这个对他横眉冷对的男人，又看了看满地的碎纸屑，面无表情蹲下身，将纸张一片片捡起。其实也不怪万良觉暴怒，
毕竟这种蠢事，他从前真是做过很多次了。他还记得梁诗琪第一次回国那天，也是万良觉第一次缺席他生日那次。他就像刚才一样，一个人面对一桌冷掉的饭菜和一块没人来切的蛋糕，从入夜做到凌晨。他以为他在忙，所以不敢轻易打扰。毕竟万良觉给他的理由就是这样。直到指针指向凌晨2点，一个陌生号码打给了他。刚接听，就是一道甜腻的笑声：“喂，是宋法姐姐吗？我是梁诗琪。梁觉在我的接风宴上有点喝醉了，缠着我又哭又闹的，一会儿能不能辛苦你来接他一下？”是征求的语句，但用的却是炫耀的口吻。也是那时他才知道，万良觉这么多天的繁忙，原来不是为了公事，只是因为梁诗琪要回来了。而他这个真正名义上的妻子，甚至连个知情权都不配拥有。宋法攥着手机的指尖微微发抖，但仍不愿意把事情想到最糟，还盼着她的丈夫是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她一路驱车来到梁诗琪说的那家会馆，最里面的包厢门虚掩着，一靠近就听到里面熙熙攘攘的笑声和一些指名道姓的起哄。诗琪这次既然回来了，就别走了，你俩干脆趁这个机会在一起，不然觉哥又得失魂落魄好几年。瞎说什么呢？梁觉现在可是结了婚的人，我在国外都知道他们2个如胶似漆，甜蜜得很呀。梁诗琪酸溜溜打趣，同桌的几个朋友立马笑着帮万良觉解围。那不是因为你不在吗？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如果不是你，那是谁都一样。你们这回好好的，可别让觉哥牵肠挂肚了。好一句如果不是你，是谁都一样。宋法搭在门把上的指尖冰凉发颤，也终于意识到梁诗琪那通电话的本意。万良觉神志清醒，他只是想让自己听到这些话而已。可最让他伤心的不是这些，而是万良觉从头到尾的沉默与笑声，好似无形中默认了一切。宋法想离开，脚却生了根一般沉重。直到包厢门被打开，他瞬间与里面的人面面相觑，周遭突然陷入了死一样的沉寂。宋法，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明明自己才是站里的那方。可突如其来的痛感让宋法的心脏攥着疼，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张了张嘴，随即越过众人，望向梁诗琪那张写满得意的脸。梁觉，你有空吗？我想和你谈谈。于是在那家餐厅的另一间包房，爆发了几年间2人最激烈的一次争吵。万良觉借着些许醉意，脱口的话毫不客气：不就是一次生日，年年都在过，有那么重要吗？琪琪1年才回来一次，你吃醋也分个场合好不好？我说过了，琪琪的父亲对我有恩，是他托我照顾好他女儿，我只把她当妹妹。琪琪，琪琪，满世界的琪琪，一句父亲对他有恩，成了他反反复复用来搪塞的借口。可到底有多清白的关系，才会让他瞒着朝夕相对的妻子，独自前来赴宴呢？宋法歇斯底里，他本想着万良觉能给他一个正当又能哄住他的理由，哪怕是骗他，他也愿意配合着自欺欺人一下。可当他问到为什么不告诉他这件事，也不带他出席时，万良觉理直气壮道：琪琪不喜欢见生人，不想你来，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们就是朋友之间相互聚聚，你能不能别这么敏感？你先回去吧，一会儿我们喝完，我还得送琪琪回家。他就当着他妻子的面，把送其他女人回家这件事说得这么理所应当。也是那一天，宋法第一次用离婚做威胁，逼万良觉回家，可结果只是自取其辱。
万良觉头也不回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走廊尽头，只留他一人无声流泪。现在想想，还真是丢脸啊！宋法从回忆中抽离，沉默着将手中的碎纸尽数丢进垃圾桶，没吵也没闹。万良觉发现了他的不同，却自以为是那些解释又让他信服了。毕竟他这位妻子一向好哄，也爱他够深，就算当年在会馆那么闹了一通，最后他不还是先做了一桌好饭好菜，主动道歉。大概这次也是一样。万良觉这么想着，揉了揉酸涩的眉头，也软下点态度。忘了你的生日是我不对，但我最近是真的很忙。宋法，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等我这边工作结束，陪你做什么都行，旅行、滑雪或者逛街、看电影，都听你的，可以吗？要是放在以前，宋法早就兴高采烈原谅他，去计划工作后的行程了。但今时不同往日，他被这句话骗了1年又1年。万良觉口中的这句承诺从来没有兑现过。他带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梦中的乌托邦，所以他再也不会相信，也再不会抱有期待了。宋法没应声，只是点点头就离开了房间。关于离婚的事，他并不担心，反正万良觉对梁诗琪的爱那么深，迟早会同意。更何况宋家和万家利益挂钩，有太多经济上的往来，盘根错节，处理这些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没了心理负担，宋法在客房补足了觉，到下午才准备赶往公司。离开前，万良觉已经不在家中，但很快宋法就知道了他目前身在何处。不同于以往的热闹气氛，电梯门一开，宋法就从周遭有些凝固的氛围中品出今天有些不一样。果然，还没进办公室，就看到梁诗琪正坐在他的椅子上，嘴里叼着棒棒糖，把玩他桌子上的摆件。而他的办公室从来不许外人进入，能给他这个特权的，不用想也知道是谁。你怎么才来？我和琪琪已经等你很久了。万良觉不耐烦的声音从沙发一侧传来。宋法蹙眉，刚想张口，就被梁诗琪抢去了话头。梁觉，别这个语气嘛，你不是说宋法姐姐昨晚等到你很晚都没睡吗？迟到一会儿也正常的。对不起哦，宋法姐姐，都怪我，昨天突然有点事，自己没法处理，就把梁觉叫去了，害你等那么晚。我真不知道昨天是你的生日，对不起。梁诗琪一副懊恼的神情，可眼中明晃晃的挑衅。宋法不是看不出来，他在跟他炫耀自己随口一声招呼就能让万良觉把这位正牌妻子的生日抛诸脑后，也是在告诉他，不管多少年的情谊，在万良觉心中永远比不上梁诗琪3个字重要。这种话里话外的勾心斗角让宋法厌烦又疲惫。梁诗琪是真的不知道昨天是他生日吗？不是的，他甚至比谁都记得清，因为自从宋法和万良觉结婚后的每个生日，他都会以各种理由回国，然后把他从他身边带走。如果说一开始宋法还有满腹的委屈和气恼，可随着一次次失望的累积，心里已经毫无波澜了。他点点头，漫不经心应付道：没事，生日而已，年年都在过，没那么重要。也许是宋法的态度太过平淡，又或许是万良觉听出这句话自己曾经说过，他竟然一瞬间脸色有些不自然，盯着宋法看了许久，才岔开当前话题。琪琪说，你们公司的人事找上他，希望他帮忙带一批新品，我来陪他看看。宋法闻言偏过头，正对上梁诗琪那张青春洋溢的脸，
梁诗琪靠着甜美可人的长相与富裕精致的生活，在网络平台上小有名气，的确很符合他们公司最新一批纯妆用品的主题。HR 不知他们之间的内情，找上他情有可原。宋法也没打算纠结这种事，手一伸指向楼上，产品研发部在12层，挑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就可以了。后续的工作以及视频的内容会有专人和你对接，没什么事，两位就先出去吧。对了，我之前明确说过了，办公室不准外人进入，这里面包括你。万良觉。宋法陡然严肃起来的态度让万良觉心下一颤。先是刚才，他以为对方又会因为他陪琪琪一同来公司的事斤斤计较，可宋法没有，大度的让他有些心慌。继而就是现在，以往从不和他分你我的人，明确把他划为了外人行列。万良觉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他以为对方依然在为昨晚的事闹别扭，而他也自知理亏，便耐下性子又想解释一次。宋法，昨晚真的是，我知道你有事忙吗？没关系的，我只是告诉你一声，我的办公室不要随便进。宋法坦然的表情让他依然存疑，可在梁诗琪的催促下，他还是选择了转身奔赴后者。好，我记着了，你选个地方吧，等我忙完这阵子，我带你出去玩。宋法听到了，但仍目不转睛盯着电脑屏幕，没有回应万良觉的话。待两人彻底走后，他才长长叹出一口气，等你忙完。万良觉，我已经等你3年了，我不想再等了。如果说放下是宋法一个人的事，那离婚就是2个家庭甚至2个集团之间的大事。甚至他还没想好怎么张这个口，就迎来了2家合作50周年的交流会。他和万良觉被2家指名道姓要求到场。宋法称头看着这份烫金请柬，只觉得似有千斤重，刚想寻个借口推辞不去，万良觉的电话就打了进来。请柬收到了，晚上7点我去接你，在家等我吧，怕你来不及，礼服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对了，走之前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别饿着。万良觉难得的周到让他有点愣神，他张了张唇，最终只嗯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恍惚间，他还以为2人回到了最相爱的那一年。宋法简单交代了一下手头的工作，就驱车回到家里。掀开礼盒的那一瞬，兜头的冷水浇得他透心凉，又是红色。他隐约记得梁诗琪最爱红色，每一次回国穿的都是红色，出境时最多的是红色，甚至来公司拿样品那天也是红色。现在这抹红又入侵到了他家里，可明明他因为晕血最讨厌红色，万良觉知道的，但他早就忘了。宋法垂眼，默默将礼盒放回原处，又重新挑了件自己的礼服。化妆时，他看着镜子里的人突然笑了。还有什么好期待的呢？明明这3年里已经被伤透了心。指针快到7点时，宋法的手机依然没有任何信息，打给万良觉的电话也全部石沉大海。没办法，他只好叫了司机将他先送去会场。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实在是耽误不得。刚一进场，宋法就被眼尖的万老爷子拉过去嘘寒问暖，一圈人将他团团围住，话里话外问他和万良觉的近况。良觉怎么没陪你一起来？这个混小子又忙工作，忙得不着家是不是？敢丢下我孙媳妇跑，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他？老爷子脾气急，劲头一上来猛咳了几声，听得宋法心里不是滋味。万家爷爷对他是真的疼爱，这段婚姻也几乎是他一手操持。只是爷爷年事已高，
只怕离婚的事情会对他打击太过巨大。宋法想了想，还是决定把事情先瞒过去。没有，怎么会？梁觉在路上碰巧遇上堵车，一会儿就到了。说是这么说，可直到宴会半场过去，万良觉还是没有出现。先前他带着梁诗琪大摇大摆出入公司的事，在场太多人都是证人，自然也传出一些风言风语。他们不敢在老爷子面前嚼舌根，便来宋法面前窃窃私语。听说万良觉为了那女孩三番两次丢下她不管了，我也这么听说的，还带着那姑娘大摇大摆进公司，一点都不顾及他老婆的面子。他老婆也是真能忍，这都能继续过下去。嗨，什么能忍？真喜欢能有什么办法？宋法在一旁一口一口啄着果汁，装聋作哑。是啊，真喜欢能有什么办法？说到底，还是他自己没皮没脸。宋法一边陪着笑应对各式交际，一边听着无数人在他背后揣测，一直到宴会快要结束，万良觉才匆匆忙忙赶来，闻着他身上似有若无的橙香，宋法连询问的欲望都没有。抱歉，琪琪他突然低血糖晕倒，我刚把他送到医院去打了葡萄糖。现在人好了吗？万良觉愣了愣，还是如实回答，已经醒了，医生说没什么事。宋法点点头，没事就好，他孤身一人不容易，你多照顾着点。此话一出，轮到万良觉沉默了。他没想到宋法会这么平静，甚至劝他多照顾梁诗琪一些。明明以前他最会为这些事吵闹吃醋，可现在却仿佛准备将他拱手让人一般。也是这时，万良觉才意识到宋法没有选择自己为他准备的那套礼裙。他蹙眉，我买的那套裙子你不喜欢吗？宋法想也没想，大方点头承认，不喜欢。我最讨厌红色，喜欢红色的是梁诗琪。闻言，他这才想起来宋法晕血的事，可是一句对不起还没说出口，就被面前的人率先打断了。不用道歉，我没生气。梁诗琪不是你的妹妹吗？哥哥照顾妹妹，记得妹妹的喜好，天经地义。这一番话堵得万良觉哑口无言。他的确曾经很希望宋法少因为这种事争风吃醋，可不知道为什么，当宋法真的成为了他心中理想的样子，他的内心深处又会陡然升起一阵不安，就感觉眼前的人在离他越来越远。万良觉下意识攥起宋法，想通过那双曾无数次伸向他的手继续确定爱意，但宋法的手冰凉，僵硬的无法回应他。怎么手这么凉？很冷吗？听说未来一段时间天气都要降温，正好我公司到下周市就忙完了，我们去海岛度假怎么样？他边说着边脱下外套披在宋法肩上，的确暖和很多，可鼻尖那道似有若无的橙香熏得宋法作呕。他总是这个样子，有梁诗琪在的时候，优选项就永远是梁诗琪，等对方不在，又拿出所有柔情蜜意来哄自己，给人仿佛依然置身爱里的错觉。宋法就在他来来回回的折磨与照顾中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丧失自我，真是太累了。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已经累得让人撑不住。宋法摇头，将肩上的外套推了回去，委婉拒绝了万良觉的提议。算了，这2天公司事情太多，以后再说。宴会快结束了，和他们打声招呼就回去吧，我乏了。这是第一次宋法拒绝了万良觉的邀请，也是第一次他没有携着他的手一同，而是直截了当先行离开。看着宋法渐远的背影，万良觉脚步沉重，缓缓跟了上去。那种不安又加剧了，
他感觉好像一切没什么变化，但冥冥中又什么都变了。自从那天交流会回来，宋法明显感觉到万良觉不太一样了。在连续第5天下楼看到他在做早餐时，更确定了这种想法。醒了，正好，粥已经放到温热了，快来喝。万良觉一抬头就看到宋法犹豫着脚步下楼，当即上前将他打横抱起，几步送到餐桌前。发什么愣？吃吧，吃完我开车送你去公司。对了，我今天要开会，可能腾不开身，所以中午就不陪你一起了。你记得按时吃饭。宋法沉默搅着碗里的粥，经对方这么一提醒，才发觉万良觉已经陪他一起吃过很多天的饭了。不仅每天早上都是他亲自做，中午也同样，实在抽不出时间，就跟他一起到公司食堂去吃，还有每天上下班的接送，以及最近显而易见的体贴。宋法有些不明白，他抬眼看向万良觉，疑惑道：梁诗琪最近要回那边了，除了这个理由，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能让万良觉性情一转。可对方显然云里雾里，摇了摇头：没有啊，他没跟我提起。怎么突然问起他？看来也不是因为这个。宋法没回话，只是沉默着将碗里最后一口粥吃净，再抬头就对上万良觉的眼睛。他笑着，回身从围裙兜里掏出来一个绒盒，展开递到宋法面前，是那位设计师设计的第1款，已经绝版很久的戒指，喜欢吗？前2天的拍卖会上，秘书告诉我有这个，我就直接拍下来了。生日没有陪在你身边，是我不对，不知道现在的弥补还有没有用。宋法，我发誓，以后你需要我的时候，还有你人生中的每个重要时刻，我都不会再缺席。他一字一句说得诚恳，宋法眼睫微颤，一时间不知该作何回应。又是这个样子，每每在他决心想要放弃的时候，这个男人就会捧着自己不知是真是假的心来哄他。他从前每次都信，结果每次都遍体鳞伤，所以这一次，宋法迎着万良觉欣喜的目光，将手伸过去，随即啪一声合上了盖子。谢谢你的礼物，但我已经不喜欢他的作品了。自从看到他和梁诗琪戴着同款对戒后，就再也不喜欢了。宋法没理万良觉错愕的表情，擦过嘴后径直离开了家。他原以为对方耐心有限，能来哄他不过是一时间无聊的产物，没想到往后的10日，万良觉依然坚持不懈，得了空就跑来他这里，一次又一次来动摇他的心。他也以为自己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动摇中坚守住，直到接二连三的呕吐反应和席卷全身的疲乏感将他冲击得无所适从。他有了不好的预感，果然试纸显示她怀孕了。他还想挣扎一下，可检查出的每一项结果都表明，她的确有了万良觉的孩子。这个从还没有苗头就被2家人急切期待着的孩子，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了。晚间，宋法心思沉重上了万良觉的车，一路无言。对方看出他心情不佳，也贴心的没有打扰，只是将车子几拐几绕开进地库。电梯上升，他牵着她的手，宛如一对恩爱夫妻，把她带到早就预定好的位置上。37层临窗，绝佳的观景角度。宋法，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随着万良觉话音落下，一道道烟花从空中炸开，映红了2个人的脸。不知是受激素影响，还是确实已经太久没收到过惊喜，此起彼伏的光影打在2人身上，让宋法一瞬间有些想哭。他脑中一片空白，却突然想起那天离开宴会前妈妈对他说的话。他说要以大家为重，
很多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也是放过自己。放过自己吗？宋法喃喃着，偏过头就看到此时应该看烟花的人满眼都是在注视自己，好像就这样下去成为一家三口也不是很坏的事。他眨了眨眼，继而朝面前的男人缓缓展露微笑。梁觉，等过几天我们去海岛度假吧。被叫到名字的人几乎立刻满口应下，不仅在回去当晚就订好了酒店机票，还在短短几天内把工作全部交代清楚，制定好了详细的旅行方案。这份热情，宋法已经3年没有见到了。他想，如果这趟旅行顺利，他就告诉他即将成为爸爸的好消息。可往往这样想的时候，就总会出现意外。在海岛街头偶遇梁诗琪的时候，宋法和万良觉刚刚吃完饭，准备四处逛逛。一路过酒吧，就听到里面有人高声喊着梁诗琪的名字。万良觉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时间，下意识就看向里面，而后发现了正被几个男男女女包围的人，也几乎是不带一丝犹豫的，即刻放开了宋法的手，冲了进去。宋法低头看了看掌心中逐渐消散的余温，想重新攥紧，却越握越冷。他跟着进去，远远就看到梁诗琪的脸在灯光掩映下泪痕明显，而对方看到万良觉出现的那一刻，又猛猛灌了口酒，呛得他眼泪直流。这几滴泪想来也是呛到了万良觉心里。琪琪，你怎么在这？我怎么不能在这？你能跟你老婆甜甜蜜蜜旅行，我就不能跟我朋友出来快乐？这句话醋意实在明显。万良觉眉头紧皱，捉着梁诗琪的手腕就要把她带走。你把这些变着花样灌你酒的人叫朋友？跟我走，这地方有多危险你不知道。你一个女孩子，喝多了被人欺负怎么办？那也不用你管。梁诗琪使尽了浑身力气甩开万良觉的手，又重新投回酒友的怀抱中。他在一轮一轮的起哄声中一杯接一杯，看得万良觉心急。琪琪，听话，跟我回去。我凭什么跟你回去？我们两个不是什么关系都没有吗？那你凭什么管我？万良觉原本有些在气头上，可一低头就看到梁诗琪哭着质问他，眼泪掉了线一样掉。他一下子沉默了，也消气了，又蹲下身耐着性子哄他的梁诗琪。而站在远处的宋法无声旁观着这一切，随即转身离去。他早该知道有这种结局的，怎么一次一次的被骗，还没学聪明呢？万良觉一夜未归，宋法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但想来是大费周章才哄好。毕竟等他回来时，天已经大亮了。他看着梳妆台前正在化妆的宋法，犹豫着开口：“对不起，琪琪昨晚喝多了，她一个女孩子，我实在不放心。后来送她回酒店之后，她睡着了，但一直拽着我衣服不让我走。她不放心她的琪琪一个人在外，却忘了宋法也只比她大1岁而已。昨晚也是她自己一个人走在人生地不熟的街头，走错了几个岔口，靠着导航才回到酒店。可这些都没必要讲。”宋法淡定画完最后一笔眼线，才无所谓地点点头：“没事啊，照顾他应该的嘛，我都理解，不用解释的。”可他越说理解，万良觉心头的不安就越浓重。他看着穿戴整齐即将出门的人，一把拽住了他的手臂：“你要去哪？不等我一起吗？我去附近逛逛。你不是一晚上没怎么休息吗？先去补一觉吧，休息好再说。”他字字句句都是为了他关心考虑，可万良觉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宋法，你是不是在怨我为了琪琪把你丢下，在怪我什么事都没有以你为先？原来他什么都知道啊！
宋法还以为他一辈子都不会明白自己在委屈什么，可是什么都知道又能怎样呢？这样明知故犯，不是更可恶吗？宋法笑着，而后不动声色扶开了万良觉的手。别多想，没有怨你，你有你自己的解释和理由，我听着就好。好了，休息吧，我出门了。宋法没再给他解释的机会，咣当一声门响，隔绝了所有的期待与念想。而万良觉看着一闪而过的残影，顾不上再休息洗漱，想也没想就追上前。一路上他努力去找一些话题，可宋法反应始终淡淡，他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可有可无，甚至有些挡路的陌生人。终于宋法忍无可忍，突然站定，看向万良觉：你不用一直跟着我，也不用觉得抱歉，我没有啊！宋法两道惊呼声几乎同时响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紧急刹车声。宋法骤然被一道力量蹭倒在地，半边腿和手臂都是火辣辣的疼。万良觉急忙将他扶起，查看伤势。好在伤处并没有骨折的迹象，但其间隔着薄薄布料渗透出的血迹，仍让宋法一瞬间头晕心慌。万良觉见他脸色苍白，刚想掏出手机拨急救，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万良觉怔了怔，随即按下挂断，但此后电话竟开始接二连三不断打来。宋法看得出对方此刻脸色的不自然，也想得到到底是谁打来，但他始终沉默，直到听到万良觉小声说了句抱歉，按下了接听。两人的距离并不远，近的他能听到屏幕那头梁诗琪娇滴滴的哭声。他说他迷了路，到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他好怕。他像一个吵着要糖吃的小孩，哭着叫万良觉快点去救他。好，琪琪，别怕，我马上就过去找你，等着我，别乱跑，听到没有？宋法就这么冷冰冰看着万良觉再次轻易做出抛弃他的决定。察觉到宋法的视线，万良觉面上也显出一些愧疚。宋法，琪琪她迷路了，所以呢？你又要丢下我去找他了是不是？从昨晚万良觉奔向梁诗琪那时起，宋法的心就已经凉得彻底，什么都不在意了。可就这一刻，偏偏这一刻，他很想任性一回。万良觉，你想清楚，你要是现在走了，咱们两个就彻底完了。面前男人的脸上匆匆闪过一丝挣扎，万良觉垂着头，许久才极轻地说了声抱歉，对不起，我不能放任琪琪一个人不管，但我保证没有下次，以后我一定以你为主。宋法，你体谅一下我，乖乖等我回来。他说完这些就转身离去。宋法看着他决绝的背影，还是没忍住落了泪。我不会再等了，万良觉，我们也没有以后了。被车剐蹭到的地方仍是痛感剧烈。宋法小心掀开衣服，发现有几处已经血肉模糊。他忍着下一秒就要昏倒的晕厥感，强撑着走到能打到车的地方，但下一秒就被一道温暖有力的力量搀扶住。是那位摩托车的主人，也是刚才的肇事司机。对不起，我刚刚去买了一点紧急消毒的药品，我先帮你清理一下，然后送你去医院。你不用担心，是我的错，我负全责。宋法此刻脸色苍白如纸，已经没有半分的力气拒绝他，只能任由对方帮忙消毒止血。可再次看到伤口的那一瞬，他还是没忍住两眼一黑，随即跌落进一个温暖的怀抱。再睁眼，已经是在医院，而他的身旁空无一人。宋法眼眶酸涩，呆愣愣地盯着冰冷的天花板。室内安静，能听到吊瓶里药剂滴落的声音，却听不到他自己的心跳了。
宋法再也没有办法忍受这种被希望和失望来回耍着玩的感觉。他想，他妈妈说的不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是放过自己，只有完全挣脱才是放过。所以宋法当即出院，又订了最近的一程航班回家。他要与他的所有做好了断。飞机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够他安排好一切。等在落地时，宋法直接指挥司机去了医院做流产手术。他承认自己在漫天的烟花下动了心思，有好好幻想过和万良觉的以后。可是万良觉不配，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一次又一次打他的脸，将他的退让与容忍扔在地上踩。他心里最大最富余的那块永远属于梁诗琪，给宋法的都是一些梁诗琪不屑要的边角料。可明明他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不需要靠向谁施舍来的爱过日子。患者您好，这边签字，签完字之后我们就要准备手术了。我再跟您确认一遍，确定进行流产手术是吗？宋法沉默点了点头，签字的动作没有半点停顿。他像处在梦中，直到躺在冰冷的仪器上，才因为不断颤抖的身体有了些真实感。不知是因为凉，还是因为怕，宋法在麻药生效的短短时间内，回想了自己荒唐又深爱的前3年，那些毫不在乎脸面的挽留，声嘶力竭的争吵，一再退让的底线，还有现在麻木到濒死的心，终于都要结束了。药效发作后，他朦朦胧胧陷入沉睡，合上眼前，想起的最后一句是：宋法，我发誓，以后你需要我的时候，还有你人生中的每个重要时刻，我都不会再缺席。多可笑，真是信男人的话，倒霉一辈子。宋法这一觉睡得冗长，睡梦中他依稀听到有人在说话，听声音倒像是万良觉。护士，我是这位患者的丈夫，请问他怎么了？是不是车祸的伤口感染了？被他拦住的护士云里雾里，听到他说是患者的丈夫，眼里的嫌恶简直快溢出眼底。感染？你老婆做了人流，你不知道吗？怎么当丈夫的？人流？什么人流？万良觉怔愣，随即反应过来护士的意思，一双眼写满了不可置信。你是说她怀孕了，但是把孩子打掉了？护士面露不耐。其实她本不该参与患者与家属之间的事，只是躺在病床上的人昨天从手术室推出来时，因为麻药还没过，神志不清醒，始终在喃喃自语。他在睡梦中安安静静掉眼泪，却好像怎么哭也哭不完，不停重复着一句话：万良觉，我不要你了。护士一想到昨天的情形，就鼻头泛酸，对着万良觉也没好气。他冷哼一声，直直越过对方肩膀：是你老婆怀孕了，但是她从进手术室一直到出来，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你口口声声说是她丈夫，结果连这种事都不知道。这么脆弱的时候，你都不陪在身边，怎么好意思说是人家丈夫的？万良觉听出了护士语气中的嫌恶，但他没有半分反驳的权利，因为他说的都是对的。明明答应过宋法，以后都会陪在他身边，可他竟然又一次把受着伤又怀着孕的人独自丢在陌生的街头。他怎么好意思说是宋法的丈夫？万良觉一想到昨天的所作所为，就眼眶泛红。他静悄悄进到病房里，看着床上那张苍白的脸，暗暗下定决心要竭尽全力弥补宋法。可他不知道，宋法的那颗心早就跟着他未出世的孩子一起被葬送掉了。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又过了1个钟头，病床上的人终于悠悠转醒。宋法一抬眼就看到万良觉那张充满担忧的脸，他胡子拉碴，蓬头垢面，
一向板正的人，此刻衣服上布满褶皱，看来是一夜没睡赶到这里的。但宋法心里没有一点情绪起伏，甚至连句话都不想说。宋法，他们说你做了流产手术，都知道了，还问什么？宋法毫不留情的语气让两人之间又陷入沉默。万良觉颓唐低下头，在张口时，语气中竟带着一丝哽咽。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宋法，那也是我的孩子啊。对方突如其来的情绪让宋法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他盯着天花板，语气古井无波。告诉你什么？什么时候告诉？是在你陪着梁诗琪夜不归宿的晚上，还是在你急着去找他，把我扔在街边的那天？你要我在你徘徊在两个女人之间摇摆不定的时候，告诉你我怀孕的事，就为了让你回归家庭？万良觉，我还没那么贱，我的孩子也没那么贱。万良觉蠕动着嘴唇，许多话哽在喉头，到最后又成了一句对不起。这三个字，宋法真的听到太多次了，腻得他有些作呕。他听着万良觉一遍遍不厌其烦的道歉、做保证，问他想吃什么，哪里不舒服，需不需要叫医生这种话，突然觉得无聊至极。这种没用又廉价的讨好，他真的不需要。宋法面色冰冷，直截了当打断了万良觉喋喋不休的嘴。万良觉，别费心了，我们离婚吧。这次没再征求你的意见，是通知。你要是不同意，我们就法庭见。宋法话说出口的那一刻，万良觉周身有如冰冻。不同于先前，他在此时终于不再认为宋法是在用什么幼稚的手段威胁他，而是他真的要失去他了。万良觉死死盯着宋法，似乎非要从他平淡的表情中瞧出一丝伪装，可惜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双再也装不进任何爱意的眼睛。宋法，我们再聊聊好吗？之前的所有是我做错了，我不该丢下你，也不该不照顾你的情绪。你以前很爱我的，不是吗？你怎么舍得跟我离婚呢？什么过错我都愿意弥补，你让我怎么都可以。宋法，你再看我一眼！万良觉几乎癫狂的语气吵得宋法心烦，他眉头紧蹙，一声大喊吼住了所有声音。万良觉，你清醒一点，你自己也说了，是以前，不是现在。我已经不爱你了，咱们两个互相放过，找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以吗？万良觉怎么也不想相信，不久前还会为他争风吃醋的人，怎么突然说放手就放手了？但是他也明白，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一蹴而就。宋法明明跟他表达过自己的情绪和希望的，是他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忽视，一次又一次的以为没关系，他很轻易就可以被哄好，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在做选择时，把他作为首选的放弃下。但他忘了，没有人会一直停留在原地等待。万良觉还想继续纠缠，最后宋法忍无可忍，按了床头铃，找来护士和安保，将人撵了出去。万良觉第一次那么狼狈，却无心顾及其他，甚至连响了好久的铃声都无心回应，直到梁诗琪给他打去第7个，他才带着运气接听。一接通，就是他甜到腻人的撒娇声：良觉，我也跟着你回来了，机场这边好黑哦，我找不到路，你来接我好不好啊？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这个，万良觉便是满腔的气愤。在海岛时，梁诗琪借口迷路，让万良觉去找他，结果到了地方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一行人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惩罚。他到地方时，一群人哄堂大笑，梁诗琪兴冲冲搂上他的脖子，像在炫耀一只听话的狗。我就说他这么担心我，一定会来的吧？良觉最听我的话了。而那时候，
他的妻子正孤零零躺在医院里，无人问津。一想到这，万良觉鼻泛酸楚，不自觉就将怒气发泄到了梁诗琪身上。你就没有别的朋友可找吗？能不能离我的生活远一点？挂了，以后没什么重要事别给我打电话。他说完就挂断，也没管电话那头是什么反应。他也不知道这样迟来的划清界限算不算弥补，他只是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早就应该这样做，给宋法安全感的。宋法出院时刻意避开万良觉，选了平时没人会走的后门。他不是怕触景伤情，只是实在不想再跟这个人扯上任何关系了。离婚协议书他已经邮件发给了万良觉，律师那边也做好了二手准备，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都已经清算完毕，现在唯一差的就是家里那边了，该来的还是要来呀。宋法叹了口气，只身一人回了宋家宅子。令他没想到的是，宋家父母竟然并没有让他选择得过且过，相反，宋母还心疼地抱着他哭了好一阵儿。傻闺女，妈当时跟你说的是利益问题，妈怎么舍得你用自己后半辈子的幸福赌啊？你可是我的亲闺女，咱们两家经济往来是挺多，但也不至于所有的牵扯都寄托在你俩的婚姻上。放心，老人家那边妈妈去说，你这2个月就待家里，让周嫂好好给你养养身体。连一向不善情感表达的宋父也点头，给他肩头加了件衣裳。他家儿子不道德，没有让咱们家闺女白受这个委屈的礼。你放心，明天我跟你妈妈就去他家走一趟，把这事给你解决了。宋法不知道他们说的解决是如何解决，只知道第2天下午，万家那边就亲自派人来请，说筹备了家宴，请宋法赏脸参加，姿态放得如此之低，宋法要是再推辞，就有些不知好歹了。况且万家老爷子平时最疼他，哪怕是为了这个人，也值得他去一趟。既然是家宴，也不必太招摇。宋法穿了身得体的便装就出了门，刚进万宅就被老爷子带过去。看他表情凝重，宋法以为老一辈思想自然是和和美美，能忍一时是一时，不想老爷子长叹口气，惋惜道：这件事是良觉对不住你，也是我们万家对不起你。你放心，爷爷知道你不想见他，今天的家宴没请他来，做错了事就得受罚。他和那个女仔，爷爷都替你处理了。事情的发展与宋法想象中的截然不同，他以为全世界都会站在万良觉那边，劝他大度忍让，没想到竟是如此。宋法做梦一样被老爷子推到前厅一起吃饭，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和口味，桌上大多数都是他爱吃和能吃的。宋法给嘴巴塞得鼓鼓，笑闹过半晌，才见到一个人影匆匆赶来。爷爷，我回来了。哎呦，我家这大忙人，快过来，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下。带人走近，宋法一眼就认出这张有些熟悉的脸。对方见到他显然也是一愣，犹豫着指了指他胳膊上的伤。好巧，你那里好点了吗？的确很巧，宋法怎么也想不到，当时在海岛撞了他的人就是万良觉先前一直在国外的表哥万征。万征给老爷子简要讲了先前被剐蹭的事，毫不意外收获了一顿教训。万征认命挨骂，席间不忘看一眼宋法的反应，见他笑着，这才放下心来。晚饭结束后，宋法已在阳台边沿休息，身侧突然伸过来一杯水，他一回头就见到万征那张脸。该说不说，万家的基因的确很优秀，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能打进娱乐圈的颜值。他原以为万良觉就属于很上乘的长相，但较之万征，
竟还有些逊色。那天送你到医院以后，我没走，我去下面付款取药，后来又怕你饿，就顺路去买了点东西吃。但等我回去以后，发现你已经离开了。后来我有找过你，但附近的人都说没见过。我回那个路口也没再遇见过你。虽然已经过去挺久了，但我还是想说抱歉，我不是有意让你受伤。再次回想那天的情形，宋法心口虽还有些堵得慌，但已经没那么压抑。他笑笑，摇了摇头，没事。本来也是我自己不要命站在路中间，你避让不及才会刮上，而且已经没大事了。你看，都结痂了。当时晕倒也只是因为我有点晕血，缓过来就好。宋法伸出胳膊，原本大片渗血的伤口已经结上了暗红色的血痂，虽然瞧着好像也并没有比原来好到哪里去。很疼是不是？万征沉默半晌，才突然问出这样一句。随即宋法也沉默了，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了。宋法一直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痛苦和不快乐，别人哪有闲心关心他？所以和万良觉在一起时，对方无暇照顾他的情绪，他忍耐；生病疼痛，他忍耐；甚至最后在这场感情中被刺得遍体鳞伤，他还是忍耐。但其实真的很疼的，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已经疼得让他撑不下去。只是他早已经习惯了伪装，习惯了无条件体谅所有人。宋法摇摇头，低声呢喃着，似是安抚自己：不疼了，已经不疼了。你有没有听过匹诺曹的故事？说谎鼻子会变长。突如其来的玩笑话让宋法哭笑不得。他喝完杯里最后一口水，将话题转移走。在海岛的事不用放在心上，而且你也已经结清了我所有费用，两不相欠了。要是还觉得不够的话，那就给我公司介绍一些客户吧。万征一挑眉，欣然点头：行，那记得事成请我吃饭。怎么你补偿我，还要我反过来请你吃？两人边聊边走，万征陪着宋法告别了家里的长辈，又将人送出去。不想刚出大门，就见到倚靠在车边的万良觉，他脚下堆积了长长短短一地的烟头，想来是已经等了很久。见到宋法与万征说笑着并肩出来那瞬，万良觉骤然拧眉：万征，你们两个怎么会认识？这个问题问得宋法莫名其妙。既然能同时出现在万家宅子里，肯定是有万老爷子的缘故。但他还没开口，身侧的万征就已经先替他解答：上次在海岛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当时我还想，是什么样的人能把一个受伤的女人独自丢在路边？原来是表弟你啊，那也不奇怪了。海岛街头的事始终是横亘在万良觉心头的一根刺，尤其这件事还被一向把自己比下去的万征用这么嘲讽的语气说出口。万良觉怒气有些上涌，几步上前想将宋法拉过来，却被万征堵住了去路。怎么不想直面我，所以选择更好欺负的小姑娘下手吗？万征，这有你什么事？这是我和我老婆的私事，轮不到外人插手。你别在这到处逞英雄。他刻意加重了老婆二字的读音，想用这种方式宣示主权，但可惜另外一个当事人却并不想给他这个宣示主权的机会。宋法看着万良觉那副嘴脸，下意识眉头紧蹙。万良觉，我没记错的话，离婚协议书我早就邮件发给你了，法院的传票应该也已经在路上，所以烦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称呼我，名头太大，我无福消受。宋法冰冷决绝的态度从上到下浇了万良觉一盆冷水，
他不可置信望向那个曾经爱他入骨的女人，一时间话语中满是颤抖。你还在因为琪琪的事跟我吃醋是不是？可是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理他了，真的。你看，你看。他慌慌张张将手机解锁，调出所有的社交软件，献宝一般递到宋法眼前。可后者烦躁拧过头，理都不想理一眼。从前宋法患得患失，提出想看看他和梁诗琪每天都在聊什么，能聊那么久的时候，万良觉满眼嫌恶，责骂他怎么像个神经病一样疑神疑鬼。现在他不想看了，对方反倒把这些东西堆到他面前来。果然人都是有劣根性的，三番两次的拒绝几乎也耗光了万良觉的耐心。他一举将手机砸在地上，机体瞬间分崩离析。宋法，这么多天过去了，你还没有消气吗？闹了这么久，我也哄了你这么久，该适可而止了吧？宋法听着万良觉的话，一瞬间想笑。他竟然到现在还认为自己依然为他保留着那副伤不透的强心脏，会依靠着这种强大的自愈能力永远原谅他，给他机会吗？他在做梦。但他已经懒得再多说一句废话，无视问题，转过身就要走，却被对方一把攥住了手臂。突如其来的力道骤然压在宋法的伤口上，他痛得倒吸一口凉气。身侧两道声音立即同时响起，来问他如何，只是问题却截然不同。你怎么了？胳膊受伤了吗？宋法想，他又忘记了，他忘了自己伤在哪个胳膊，甚至忘了自己受伤的事，他什么都不记得，却假惺惺揣着真心来求他原谅。好廉价的付出。宋法没理，随即转身向着万征，没什么事，但是伤口应该有点裂开，我不想叫司机了，你能不能送我回家？万征想也没想，点头同意，带宋法上了自己的车。车窗旁，万良觉看着即将驶离的卡宴，气急败坏。宋法，我们还没离婚，你放着自己丈夫的车不坐，做其他男人的，你有没有道德廉耻？宋法笑笑，摇下车窗，向着外面的人，我没有道德廉耻，不是跟你学的吗？万良觉，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这个婚我非离不可，你别想指望我再回头一次。大概是刚才发生的事实在有些尴尬。回去的路上，除了回应了万征开始的几句关心后，宋法一路无言。本想着家丑不可外扬，但没想到还是在外人面前丢了脸。宋宅门口，宋法踌躇着，还是道了声歉：“对不住啊，让你见笑了，还连累你也被骂了几句。”万征看着宋法纠结的表情，不由得觉得有些好笑。你道什么歉？该道歉的不是你。对那种人就应该直截了当把话说清楚，断了他的念想。你做得很好，不知是不是宋法的错觉，他总觉得从兄弟二人针锋相对的相处模式来看，他们好像积怨已深。但他无心打听，又客套几句就转身回了家。此后一夜好梦，直到日上三竿，才被接连不断的铃声吵醒。捞过手机一看，是个陌生号码。他刚接通，梁诗琪充满怨气的咒骂声就从里面传来：“宋法，你个贱人，是你让梁觉不要理我，强迫他断掉和我的所有联系方式的，是不是？你以为你耍点心机手段，梁觉就会死心塌地回到你身边吗？我告诉你，他爱的是我，我能抢走他一次，就能抢走他2次、3次。现在这个社会，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梁诗琪理直气壮说着他的逆天言论，而宋法无动于衷，只是从他讲第一句时就反手按下录音键。宋法打了个哈欠，了2声，继续随口敷衍：“那就祝你和万良觉幸福美满，祝福所死哈。对了，
你有这个找我乱叫一通的时间，不如赶紧去劝他离婚。他一直拖着不离，我都快烦死了。正好他离了，你就名正言顺了。宋法无所谓的态度，无形中将梁诗琪的怒气浇得更甚。他何尝不想名正言顺？但从海岛回来之后，万良觉一次见面的机会也没有给他，他就像凭空失踪了一样，任他如何痛哭撒泼都没有用。梁诗琪越想越气，笃定了宋法一定是在炫耀，因此话也说得更加难听。他这边正愤愤输出，不料下一刻就接到了平台和合作方的通知，他的所有账号都涉及违规，现已经被全面封禁，每个品牌都需要他赔付高额违约金。继而漫天遍地有关他插足还卖假货的新闻也开始大肆传播。梁诗琪看着逐渐上升的热搜名次，也顾不上宋法，挂了电话就开始联系万良觉找补救方法。除了万良觉，他真的再找不到任何一个朋友和靠山。可他打了一通又一通，全部都没有回应。被逼无奈，梁诗琪只好跑到万良觉的公司楼下去堵他。他刻意将自己打扮得楚楚可怜。从前万良觉最心疼他这个样子，要是他再适时掉几滴眼泪，就更加事半功倍。想到这，梁诗琪重新展露出笑意，忘了前几次的扑空，再一回马不停蹄奔向万良觉的公司。没想到还真的让他碰到了。梁诗琪远远就看到万良觉从车上下来的身影，他小跑着，成人不备，一把投入对方的怀抱。良觉，我终于又见到你了，我好想你。你这么久没找我，是不是宋法姐姐因为之前的事生气，不让你和我联系？可是我们就只是朋友嘛，姐姐怎么总是怀疑你，无理取闹呢？如果她真的介意，琪琪可以跟她道歉，她何必泼我脏水，把我的账号全封了呀？梁诗琪红着眼，一番话说的委屈，几滴眼泪流的也恰到好处，不动声色就将锅全部甩到了宋法身上。他刚想查收自己的劳动成果，不想一抬头，竟只看到了万良觉那双冷漠的眼。如果是以前，看到梁诗琪这副惨样，万良觉一定早就心软，心甘情愿帮他解决所有困难了。可不久前，他刚刚收到宋法的消息，是一份长达几分钟的录音文件，下面紧跟着的一条消息是：管好你的人。万良觉沉浸在宋法主动给他发消息的喜悦中，刚想解释他除了宋法再没有别的人，就发现自己又躺回黑名单里了。后面他狐疑着打开音频，就听到里面记录的全是面前这个人不堪入耳的谩骂。他从前竟然一直没发现，表面人畜无害的梁诗琪，背地里竟然还有这副面孔。继而又想到，要不是因为他，宋法又怎么至于和自己决绝到这个地步？思及此，万良觉退后一步，毫不留情将怀里的人推到半米外。梁诗琪被对方突然的动作和眼神吓到，身子一颤，却仍想继续撒娇卖惨，结果被对方一句话喝住：离我远点！我上次就和你说了，没事不要来找我，你听不懂吗？而且不是宋法限制了我，是我自己不想见你，他就算对你做了什么，也是你自己活该。万良觉一句接一句的话直戳梁诗琪心窝，他眼里包着泪，不敢相信万良觉的态度。你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受害者是我，你还要帮他说话吗？今天他还给我打来电话，不分青红皂白骂了我一顿，你不维护我就算了，竟然还……梁诗琪一张嘴喋喋不休，可惜他还没说完，就被一段播放中的语音打断。听筒里不断传来他尖锐的骂声，万良觉就那么静静注视着他，
看他还有什么表演。不是的，梁觉，你听我说，这些都不是我讲的，是宋法，他污蔑我，为了挑拨我们两个，故意引导我说这些。梁觉，你相信我？梁诗琪的解释驴唇不对马嘴，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却要别人相信。他哭着，可这次的眼泪却不是演技，而是真真切切被戳穿后的恐惧。他害怕自己的事业从此一蹶不振，害怕自己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更害怕一向以他为重的男人看清他的真面目以后，再也不要他。梁诗琪的担心也并不是多余。面对他的哭诉，万良觉面色如常，低垂的眼眸里快要凝结出冰霜。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害得宋法和我离心，一切都是你自作孽不可活。先前你父亲对我的恩情，我这几年都已经在你身上还完了，所以我再说最后一次，不要再来找我，也不要去打扰宋法。万良觉冷冰冰撂下几句话，就直着撞开梁诗琪的肩离开。他走得决绝，丝毫没注意到身后那道掺了毒的目光正死死盯着他。梁诗琪气急，长长的指甲紧攥进肉里，留下刻痕。宋法，你敢抢走我的东西，我要让你付出代价。梁诗琪被各家平台争相追债，万良觉这边也并不好过。他刚到公司，就有人来汇报，先前万老爷子为了帮他站稳脚，给他牵的几条资金链已经全部断掉了。万总，现在资金方面有些吃力，而且上午的时候和咱们合作的几家公司全部打来电话，问下记单子的事，怕是不会再续了。秘书的话越说越没有底气。他小心翼翼观察万良觉的表情，却是见对方也阴沉得像个锅底。知道了，你先出去吧，我想办法解决。得了老板允许，秘书飞快从办公室溜出去，只剩椅子上的人烟一口接一口地抽。想了想，万良觉还是给老宅那边打去了电话，但无一例外，全部拒听。他知道这些手段，包括对付梁诗琪那些，都是老爷子在罚他把他最疼的孙媳妇弄丢。他自己也很后悔，可是已经别无他法了。又沉默抽完2支烟，万良觉才收拾好动身回万宅。老爷子下了禁令，不准他回，那他就硬闯。结果刚进门就被茶碗严严实实砸中了额角，一瞬间血流如注。你还敢回来？你在外面养小的，把宋法逼到离婚，连孩子都不要了，道德败坏，家门耻辱，还有什么脸面回来？坐在主位上的人怒气冲冲，吓得周围人大气也不敢出。万良觉没顶嘴，只是老老实实走上前后，扑通一声跪下：爷爷，是我的错，是我让宋法伤心，但我和梁诗琪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只是……说到这里，万良觉突然沉默了。他想说，他只是对这个已故恩师的女儿额外照顾一点，但梁诗琪对他做的那些、说的那些，他什么都不明白吗？他纵容他胡闹，给他收拾一切烂摊子，以朋友、长辈的名字对他关心，给他照顾。他对他的感情好像早已经偏了行，只是还在自欺欺人，以为什么都没发生过，什么都没承诺过，就不算实质。他明明什么都懂，却享受其中。万良觉突然被自己从前那些下作的想法恶心到，所以他无言以对，只是把头垂得更低。只是什么？你只是？难道3番2次丢下老婆陪那个什么诗琪的不是你？有了老婆还跟其他异性牵扯来往的不是你？为了个外人，天天跟宋法吵来吵去，吼他责备他的不是你？桩桩件件，我委屈你什么？一声接一声的怒吼震进万良觉耳朵里，好像把他那颗想掩饰一切的心
也震碎了。的确，他从前总是埋怨宋法，到现在又在埋怨梁诗琪，但其实犯最大错误的始终是他自己。你不是能耐大得很吗？所有在手里的都不珍惜，那干脆就什么都别有了。资金我给你撤掉，你厉害你就去自己跑业务，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宋法那边你也别去纠缠，再让我听到他抱怨你烦着他，我打断你腿，赶紧滚！万老爷子发泄完最后一句，就下起了逐客令，也不管他这个孙子现在还带着伤。万良觉嗫嚅着嘴唇，想说些什么，却又咽了回去。他了解他爷爷的脾气，一旦做了决定，就不会收回。所以至少在老爷子消气之前，这个局面是无法改变了。资金链突然断掉，对公司来说打击无疑是致命的。万良觉焦头烂额，从前他自诩背靠着万家和宋家，根本不需要操心这种事，所以一些商场上的聚会与客套他都懒得参与。直到现在他才明白，从前宋法一定要推着他一起去应酬的重要性。宋法，万良觉喃喃，但他的名字和口中烟雾一样，还没被抓紧就即刻消散。万良觉眼眶酸涩，只能再次把自己投入到无止境的工作中。突然一道敲门声响，秘书犹豫着进来，将手中东西递了过去。万总，这是法院派人送来的。万良觉捏着手中纸张，怔怔看着上面的传票二字，白字黑纸，冰冷又直接地定下了他与宋法彻底没有关系的日期。他一直拖着不肯离婚，是总觉得事情或许会有回转余地。他想，日子一天天过，没准儿就有某天，宋法就又回到原地等他了。又或者，只要他耐心哄，他肯定还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可是都没有，宋法这次是真的走远，再也不想爱他了。万良觉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随后他让秘书把自己所有的行程安排满，他必须把自己投进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中，才能短暂忘却即将失去他的痛苦。秘书听从万良觉的命令，为他接下大大小小的活动和应酬。晚间12点，又将人送到了最后一场。一晚上连轴转的酒会已经让万良觉有些醉意，他脚步微微虚浮，却依然强撑着迈入会场，径直走向自己要找的人——齐氏集团的老总齐天。对方与万家关系还算熟人，也许能念及一点交情，帮自己一把。齐天也没让他失望，两人刚打了照面，他就一眼认出他来，热情把他招呼到自己旁边。这要巧，我记得万大少爷以前可是最不爱参加酒局的，怎么今天突然开窍？万良觉讪讪笑着，总不能全靠家里帮衬，自己也得出来跑跑。他这一句话，齐天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也没跟他藏着掖着。那这我可帮不上你了。你表哥万征前2天刚找我签完合同，他公司年头久，经验多，技术设备也是数一数二的，我也没想就直接签了。这小子最近也不知道要追哪家姑娘，非得让我帮忙给他找几个美妆行业的大客户，换一次跟人家吃饭的机会。我一个大男人，上哪儿给他找美妆客户去？齐天笑着数落万征，可在他身侧的万良觉却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他稍一想就明白，为什么已经跟了他好几季的客户会突然有解约的念头。对方支支吾吾，不肯说清楚缘由，原来是被万征撬走的。而更让他在意的是最后那句，他不会记错，宋法旗下的公司所在的领域就是美妆，
好像一件件会让万良觉痛苦的事全都串联上了。他意志愈发消沉，齐天在跟他说的话，他没心思听，甚至连对方什么走的都不知道。他好像突然找到了一个可以用来宣泄的理由，一杯接一杯地灌着自己酒，直到最后不省人事，嘴里还念念有词，叫着宋法的名字。阿嚏！夜已深，宋法摸了摸冰凉的胳膊，毫不犹豫又给自己加了件外套。自从回到家里后，他的作息就愈发混乱，晚起晚睡，没有半点上班人的自觉性。宋法翻了个身，抱着手机继续看那些不用带脑子的文章。突然手机叮咚几声响，收到了几条来自陌生人的信息。他点开一看，方才还停在脸上的笑容骤然收起。屏幕里，梁诗琪伸手比耶，脸上挂着一副胜利者的微笑，而他身侧的万良觉赤裸上身，睡得正香，一连几张全是两人各个角度的亲密照片。宋法姐姐，今晚不用等良觉回家喽，他太累了，就在我这里歇下了。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姐姐也早点休息，嘻嘻。宋法平淡的连自己都觉得惊讶。明明几个月前，他还会为了万良觉过于关照梁诗琪而大动肝火，可现在竟然连看到两人在床上的合照都能无动于衷。宋法面无表情看完，无语叹了口气，觉得这可能就是对于自己晚睡的惩罚。于是他即刻放下手机，转战于梦中。而另一边的梁诗琪还在对自己的挑衅沾沾自喜。他仿佛已经想到宋法看到这些照片时气到跳脚的样子，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他要的是把宋法挤下去，自己当万太太。梁诗琪选好角度，拖着烂醉的万良觉又拍了几张照片后，编辑了一条模棱两可的文案：你说想和我在一起，以什么身份都可以。他刻意选了几张轮廓模糊，却能轻易认出是万良觉的图，要的就是大家发现他是谁。果然在梁诗琪的操作下，微博一经发出，立即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曾经就对他有敌意的路人纷纷冲到他小号下面，指责他不要脸，破坏别人家庭。但这些梁诗琪全部都不在意。现在这件事闹得人尽皆知，他就不信宋法不离婚，万良觉不会给他一个交代。做完这一切，梁诗琪才带着笑入睡。他在梦里都盼着自己能成为万太太，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贵生活。可惜，现实给了他闷头一棒。梁诗琪醒来时，身侧床铺已经空了，他着急忙慌起身，才发现万良觉只是背对着他在窗侧接电话。爸，您再和爷爷说说，除了这2条怎么都行，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啊。喂，爸。万良觉对着电话问了几声，确认对方确实挂断后才拧眉回身，一转头就对上梁诗琪那张可怜兮兮却暗含着兴奋的脸。良觉。听到这一声喊，万良觉沉着脸，几乎不带一丝犹豫，上前一把攥住梁诗琪的脖颈。是你故意设计我，又把那些东西发出去的是不是？梁诗琪，你怎么这么贱？他力道渐重，将梁诗琪脖子勒出深深红痕。但他到底是心理素质强大，这种时候仍能哭喊着说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那套说辞。是你自己，是你说喜欢我，会给我一个家，让我把自己交给你。你要是不想负责，直接说就好了，我就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何必这么揣测我？谁会用自己的清白去污蔑别人啊？梁诗琪哭得梨花带雨，坚定的语气竟然真的让万良觉有些动摇。可他明明记得自己喊的是另一个名字，
也什么都没有做。难道是在酒精的作用下，错把梁诗琪认成了宋法？万良觉越想越头疼。可现在真相是怎样的，好像也没有多重要了。重要的是，梁诗琪发出微博的时间是在夜间。等所有人都反应过来的时候，舆论已经发酵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刚刚他爸给他来电话，就是为了告诉他老爷子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气得险些心脏病发。而他爷爷的意思是，万家丢不起这个人，要他和宋法离婚后即刻娶了梁诗琪，并且完婚后发布一纸声明，断绝和万家的关系。老爷子是要他自己承担恶果，却也将梁诗琪看得透彻，不想让他尝到半点甜头。想到这，万良觉刚有些放松的力道又重新收紧。梁诗琪意识到对方是真的对他产生了恨意，干脆破罐破摔，也不再打苦情牌。万良觉，你要是杀了我，你自己也跑不掉。我们两个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你杀了我，事情只会更糟。梁诗琪沙哑的喊声终于唤回万良觉一点神智。是，现在爷爷只是气头上，所以要对他做出处罚。可要是他真的做出杀人越货的事，就彻底沦为万家的弃子了。感觉横在颈间的手缓缓松开，梁诗琪才缩到一边，大口喘着粗气。他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也高兴自己离勾上万良觉这条大船又近一步。良觉，对不起，虽然东西是我发的，但是我根本没想到那一条会被人发现。那只是我一个很久不用的小号，我只是太喜欢你，所以想记录和你之间的点点滴滴。要是宋法姐姐因为这个生气，那你就把所有的过错推到我这里吧，没关系的，你们好好的就行。梁诗琪佯装退让，仿佛受了天大委屈。可万良觉不想琢磨他的话外音，也不想哄他装出来的小情绪。他垂着头，一想到宋法，周身颓唐的气息就盖也盖不住。不用了，过几天我就和他离婚，这一次是真的再也没有挽回余地了。万良觉和梁诗琪的事闹得满城风雨，可宋法依旧跟没事人一样。他现在就盼着赶快恢复自由身，不然多和那两个人沾上一丁点关系都惹人笑话。虽然现在已经被笑话上了，万征的嘲笑声从玄关一路到书房都没停过。宋法无奈，随手丢过去一个橘子，想堵住他的嘴。你怎么又来了？跑这么远，专程来看我笑话的是吧？万征哈哈两声，剥开橘子皮，先分给宋法一半。确实，你说说，你眼光有多差，能看上万良觉？现在说这个问题，宋法也有些惆怅。以前喜欢他的时候，觉得他哪都好，长得不错，家境也好，连有时对他爱理不理的样子都是有个性。可现在一想，他又好像哪里都欠缺一点，他自己也不明白当初是哪方面值得他耳聋眼瞎的爱了那么多年了。宋法摇头，没再继续这个话题，一心整理桌上的资料。万征探头瞧了一眼，挑眉道：“还有3天就开庭了，到时候我陪你去。”不用，这有什么要陪的？我爸妈说去，我都没答应。不行，我陪你。宋法鲜少在那张吊儿郎当的脸上看到这么认真的表情，想了一下就同意了。正好乐得不用他自己开车。开庭那天，万征一早就等在了宋宅门口，陪他一起去法院。两人刚一进门，就见到了万良觉和梁诗琪，两两相对，火药味陡然弥漫。梁诗琪看向宋法时，眼中的得意几乎快要漾出来。宋法姐姐，好久不见，真没想到再见面会是在这种场合。宋法不懂，抢到一个别人不要的垃圾有什么好骄傲？只是他还没张口，
万良觉已经替他先行管住了人。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别忘了你自己答应了什么，我才带你一起来的。宋法闻言愣了愣，毫不留情的口吻，真是与之前的浓情蜜意判若两人。哟，不愧是万大情圣，前几天还求着宋法和好，今天就带着新欢出游，真不嫌累啊。万良觉原本就因为看到他和宋法一同现身心下不爽，又被当面嘲讽一通，随即就反唇相讥，不比你，连自己弟弟的客户都能撬走，赚钱赚到自家人头上，厉害得很。自家人头上？万征仔仔细细将这句话回味了一遍，笑道：我记得前几天刚有个人因为道德败坏被要求和万家断绝关系，谁是自家人？哪门子的自家人？万征这句话无形中给了万良觉重重一拳，瞬间将他气得脸色涨红，却由于没有半点反驳的点，只得干咽下这口气。进场前，万良觉深深看了宋法一眼，盼着对方能跟他说句话，打招呼也好，责骂也好，但他始终平淡，连眼神都不屑分给他一个，只是和身侧的万征相互交流着什么，时不时相视一笑。明明以前那种笑容他也是拥有过的，可现在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曾经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女人和自己渐行渐远。因为证据理由充分，所以离婚十分顺利。在从法院出来时，宋法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单身自由人。听着宋法心情颇佳地哼着歌，万良觉心里很不是滋味，犹豫再三，还是叫住了他。而宋法回头的那一刹那，他也真切看清楚了，宋法的眼里没有爱，也没有恨，望向他时就像在看一个从不认识的陌生人。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吗？没，我就是想问，做不成夫妻，还能做朋友吗？宋法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笑了笑，眼神在他和梁诗琪之间流转了一遍。不了，我不太想交这样的朋友，而且我也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他说完就走，没有给万良觉留下再争取一下的地步。毕竟有些人有些事早就没必要再牵扯下去了。待宋法回到车里，万征故作不经意问了万良觉刚刚和他说了什么。宋法摇摇头，没什么，问我能不能继续做朋友而已。你不会答应了吧？怎么可能？我当然是拒绝了呀，谁要和那种人做朋友？万征闻言笑了两声，那就好，今中午我请你吃饭吧，就当作庆祝你回归单身。宋法本来还在犹豫，就听到万征继续劝，你可还欠我2顿拉客户的饭呢，我不用你请，陪我吃个还不成？好，行，听你的，你想吃哪家就去哪家，我请你好了吧？这还差不多。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笑去了一家偏僻餐厅，据万征说是他朋友开的，味道不错，菜上齐。万征也不急着动筷子，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往嘴里送，更多的注意力都在宋法身上。你吃啊，怎么不吃？不饿吗？早上吃的有点多，你不用管我。宋法也的确没跟他客气，埋头只顾自己，直到万征轻轻一声唤叫住了他。宋法，你有没有想过再嫁到万家？宋法以为万征是怕自己后悔，试探他对万良觉还有没有心思，便斩钉截铁摇头，没有，非常肯定以及确定，我不喜欢万良觉了，以后也绝对不可能再复合。不是，我说的不是万良觉。万征咽了咽喉结，颇有些紧张地接下后半句，万家的孩子不止他一个的。现在轮到宋法沉默了，他手中的筷子一抖，一颗丸子咕噜噜滚到桌子上，他都丝毫没有反应。如果你说的这个人是你自己的话，那我只能说
没有这个打算，至少现在没有这个打算。如你所见，我刚刚从一段失败的感情和婚姻中脱身，目前对这两样都不抱任何憧憬，甚至有些厌烦。你如果和我做朋友，我们以心交心，我很欢迎。但如果你是以要我做你女朋友为前提对我好的话，还是希望你换个人选。宋法本想着用一套比较委婉的说法，结果话一出口就成了直来直去。后来又觉得这样也好，至少不要给对方留一些不必要的幻想。但万征的反应比他想的要平静很多，他点点头，端起手边的茶抿了一口。我猜到你会拒绝我，也尊重你的想法。那我们现在就做朋友，等你改变想法，或者觉得谈个恋爱好像也不错的时候，就告诉我。放心，我没有在刻意等你，你不用有压力。宋法笑笑，端起自己的茶杯与对方的碰了一下。好，谢谢你。不知是不是有人故意安排，从万良觉回来那天，他和宋法离婚的消息就传了个遍，而他自己也必须履行对万家的承诺，和梁诗琪领证结婚。万良觉也曾争取过，想求爷爷网开一面。他不想娶梁诗琪，因为他早就在宋法离开时就真正明白了自己爱的是谁，也知道了那个表面乖巧体贴的女人背地里心思是多么阴沉。可当他回家时，所有他知道的密码已经全部换新，门口的安保也似是不认识他这个人，尽职尽责立在那里，没有分毫退让的意思。万良觉心态轰然崩塌，急切地给他的父母打去电话，想求他们两个在老爷子面前多劝劝，至少不要让他和万家断绝关系。他可以忍着一切和梁诗琪结婚，但他真的离不开万家的庇佑。结果，二人的态度反倒让万良觉彻底丧失了希望。你爷爷的决定，我没有什么意见。你当初做出那种事的时候，就该想到后果。回来的事你也别想了。昨天家谱那边都已经把你除名，老爷子这回是认真的，你也别想着偷偷骗他。就他那个手段，你见识过的。行了，没什么事，别再联系我们。养育你一场也算有点感情，卡里给你打了2000万，算是仁至义尽。万良觉举着手机呆愣，他不明白怎么20多年的父母会这么狠心，忍心看自己的孩子被赶出家门。直到后来，他从父母话里话外的意思中反应过来，自己好像并不是他们的亲生孩子，从一开始被带回来就是为了把他培养成继承人，就算没继承，也可以帮他们多争一份家产。而现在他没有利用价值了，就自然而然被抛弃了。到底为什么？这就是一步错，步步错吗？最后，万良觉还是忍着厌烦和梁诗琪领了证。离婚结婚的时间相差不到2天，他应该也是第一人了。连办证的工作人员看他时，眼里都带着明显的鄙夷。这件事中，从头到尾开心的只有梁诗琪一个人。他费尽心思，总算是把宋法解决掉，牢牢把万良觉抓在自己手里了。可惜他机关算尽，却怎么也没算到这件事对万良觉的影响会大到万家要跟他断绝关系。新闻出来时，梁诗琪刷新了几遍页面，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也没敢怀疑新闻的真实性。她前1日才刚刚嫁进万家，成了人人都得来巴结的万太太，怎么现在连对方家里人都还没见着，万良觉就被踢出万家了？梁诗琪目眦欲裂，带着手机气冲冲找到万良觉，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跟万家断绝关系？你说呀，这是什么意思？放手！万良觉一把甩开梁诗琪的手，将他拽得一个踉跄，跌坐在地。什么意思？
不就是你理解的字面意思？就因为你把那件事闹大，所以我现在已经不被万家承认了。怎么，听说这个消息就慌了是吗？之前处心积虑想跟我攀上关系，现在听说这些又后悔了。万良觉戏谑的眼神看得梁诗琪有些心虚，但他坚信万家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把万良觉扔掉，一切一定只是做给他看的局，想逼他自己离开。想到这，梁诗琪强装镇定起身，又成了那副软绵绵的委屈模样。梁觉，我对你有多喜欢你不知道吗？我是为了你的人才和你在一起，哪怕你什么都没有了，我也会永远爱你的。可惜梁诗琪的深情告白没有打动一点他的心。万良觉表情依旧冷漠，门一摔，转身去了公司。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但没关系，他想只要他努力，就一定能为自己占下一席之地。到时候，他要让所有这么对待他的人都后悔。万良觉把一切都想得很美好，殊不知他的周围早就被埋下了弹药。梁诗琪就是他身边最大的一颗，大概也明白自己的婚姻是怎么得到的，所以梁诗琪对万良觉身边的女人看得格外严格，生怕一个不注意，自己就步了宋法的后尘。他整日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每天以送饭的名义跑到万良觉的公司，实际就为了摆摆老板娘的谱，时时看顾那些女员工。良觉，你公司新招来那个女员工，我不喜欢，你把她辞退好不好？万良觉头也没抬，蹙眉道：她是我费了大心力才聘来的，为什么要辞退？你看她那个样子，来上班还化那么浓的妆，哪有工作的态度？就是来勾引人的吧？从梁诗琪和万良觉结婚，他就已经用这套说辞说了好多个人，小到实习生，大到他公司的中层，任何漂亮一点的女人都要在梁诗琪的嘴里过一遍。万良觉不同意解雇的，他就自己跑到人家跟前说三道四，直到把对方挤兑的辞职。为此，公司的人事已经来找他谈过很多次。之前那些他因为根本不想跟梁诗琪多说一句废话，所以都得过且过。但这次不同，林涵宇是他费了好多时间精力才请来的员工，他负责的产品一旦成功，绝对能帮助万良觉打一场翻身仗，因此绝不能出现任何差池。梁诗琪，你要是实在闲得慌，就去拍你的视频，别整天在我面前对别人评头论足。林涵宇是公司的骨干力量，我看着也没觉得他妆容和服装哪里不得体。你光会没事找事的话，就趁早回家去，别在我面前晃。万良觉显而易见的偏袒，让梁诗琪的心陡然坠落谷底。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使他更加确信，对方的心里一定是有了别人。至于对象，大概就是那个叫林涵宇的女人。梁觉，你现在是在为了其他女人责备我吗？就为了那个叫林涵宇的，你能不能看清，我才是你老婆，你怎么能帮着别人说话呢？万良觉本来就因为公司摇摇欲坠的状态心烦，现在又多了一个梁诗琪在旁边不分场合的闹，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说出口的话也更加口不择言。帮他说话又怎么了？当时我和宋法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也没管他才是我老婆吗？现在你到了这个位置，知道约束我了，你有什么脸说出这种话？一番话堵得梁诗琪哑口无言。他嘴唇张了张，还是决定为了自己以后的荣华富贵咽下情绪。对不起吗？我就是太爱你，太害怕失去你了。你别跟我生气好不好？好了，你忙，我不打扰你。我先去看一些婚礼场地，省得你分身乏术。
梁诗琪眼眶泛红，却在转身之际就听到万良觉的声音：“不用看了，我不办婚礼，领证就可以了。”什么？梁觉，你在开什么玩笑啊？哪有人结婚不办婚礼的？你放心，你忙你的工作，我说我不办婚礼，可以听懂吗？梁诗琪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万良觉无情打断。他一字一顿说得斩钉截铁，将梁诗琪的笑容一把从脸上扯了下来。不办婚礼，万良觉，我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你跟我说你不办婚礼，你是不是怕谁生气，所以不办？是宋法还是那个什么林寒雨？到底为了谁你说话呀？梁诗琪歇斯底里，高亢的叫喊声让万良觉更加心烦。可对方却好似看不懂他面部表情的变化，依然在撒泼发疯，哪还有半分他们刚认识时柔顺的样子？终于，万良觉忍无可忍，抬手一巴掌将梁诗琪扇倒在地。谁都不为，我就是懒得为你花心思。你受不了可以离婚，我马上同意。趴在地上的人泪水连连，闻言想通一切后，突然放肆笑开来。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想让我离婚？做梦吧你！梁诗琪走后，万良觉的办公室里终于清静下来。他以为一切总算可以暂时搁置一会儿，不想没多久，办公室外就传来闹哄哄的打骂声。听声音，其中就有梁诗琪。万良觉匆匆赶出去，就看到梁诗琪正被林寒雨压在身下打，而两人身边正躺着一台分崩离析的笔记本电脑。见到万良觉出来，林寒雨也丝毫不掩怒意，直接摘下脖子上的工牌扔到对方脸上。万总，我以为贵公司虽然照比其他公司资质不足一点，但至少诚意是够的。没想到您夫人今天能二话不说冲到我的实验室，骂我狐狸精不要脸，还砸了我的电脑，而那里有我关于产品所有的项目成果和研究数据。贵公司管理人员有一套，我实在高攀不起，就不奉陪了。工资我也不要了，当给您夫人的医药费，您等着接我的律师函，有缘再会。林寒雨说完转身就走。梁诗琪气不过，还想起身追出去骂，结果被万良觉扯回，当着所有人的面又一巴掌。你到底有完没完？你知道林寒雨对我们有多重要吗？你的脑子里就只有争风吃醋，没有一点有用的东西是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滚回家去。梁诗琪瘪着嘴，他虽然不算娇生惯养，却也没被人这样指着鼻子骂过。当即抹着眼泪冲出公司大楼。他的想法很简单，他坚信万良觉很好掌控，毕竟那几年间他就是这么把对方玩弄股掌之间，所以一旦超出他的控制，一定就是万良觉身边出现了会让他动摇的因素，就像之前他和宋法在一起时身边出现了他一样。可为什么明明他已经铲除了所有不确定因素，万良觉反倒离他越来越远？他对他不好，物质生活也不富足，甚至连一场婚礼都不给他。梁诗琪想，万良觉对他态度的转变就发生在宋法从海岛回去之后，所以一定是宋法，全部都怪宋法。梁诗琪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心里已经发生了畸变，他只管把从万良觉那里所有的不公平待遇全都发泄在宋法身上。他想让宋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带着这种危险的念头，梁诗琪在宋法家附近一连蹲守了几天。每每看到他和万征在一起，心中的妒火就烧得更甚。凭什么他有钱有公司，离了婚转眼就有更好的贴上去围着他转，而自己在各个平台混不下去不说，
还要每天承受万良觉的冷暴力。一想到这，梁诗琪气得牙痒。终于在某天宋法出门的时候，一路跟踪他到了一座商场。自从离婚，宋法的生活基本2点一线，除了公司就是在家视频会议。今天总算有点自己的时间，能来置办一点换季衣物。万征本来说陪他一起，结果半路突然有事回了公司，只好等宋法逛完再找他来当苦力，帮他把大包小包送回家。宋法一路走一路逛，丝毫没发现身后一直有道恶狠狠的目光粘着他的背影。他单手拎着一堆衣服包包腾出来，右手给万征发去消息，结果就赶上这个空档。意外发生，梁诗琪冲出来的突然，压根没给宋法反应的时间和机会。他眼神阴毒，抓着宋法就往防护栏边缘推，嘴里还念念有词：全都怪你，要不是你，梁觉怎么会对我这个样子？我又怎么会丢掉工作，被所有人骂？全都怪你，宋法，我要你死！宋法还不明所以，大半身子就已经被推到护栏外。他身处5层，掉下去必死无疑。更难过的是，他为了人少一些，刻意选了个工作日。现在好了，整个楼层只有他和梁诗琪2人，连呼救都没人来。梁诗琪，你冷静一点，你和万良觉之间的事，从我和他离婚，我没有掺和进一点。你们现在的生活过成什么样子，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你被封杀的事更不是我做的，我还没有那种手眼通天的能力。你来找我报仇又有什么用？宋法竭尽全力抵抗梁诗琪的力道，只盼着拖延的时间再长一点，没准儿就有人会发现他们。但梁诗琪显然也发现了他的目的，他呵呵一笑，一双眼睛此刻写满了怨恨。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拖延时间？放心，对不起我的我一个也不会放过，你就是一个开始。宋法，去死啊！梁诗琪最后一个尾音被吞没在他痛苦的叫喊声中。万征这一脚没收力，直接将人踹出去2-3米远，痛得梁诗琪躺在地上打颤。宋法，没事吧？吓到了是不是？让我看看，哪里有受伤吗？宋法惊魂未定，摇了摇头，还是配合万征讲，全身都检查了一遍。所幸只有手腕处因为被抓得太过用力，留下了红痕。万征看清地上呻吟的女人后，一瞬间怒火中烧。他没想到万良觉此前折磨纠缠宋法那么久，好不容易消停一段时间，现在又轮到了梁诗琪。这夫妻俩比鬼还难缠。宋法看出了万征想以暴制暴的想法，为避免重惹麻烦上身，他及时制止了他。别，我已经报警了，商场一定有摄像头，让警察处理这件事。放心，从前是我太仁慈，对什么都不计较，但这次他摆明了冲我的命来，我不会放过他的。万征深深看了宋法一眼，见对方对他又点了点头，才软下语气：好，听你的，以防万一，再让家里医生检查一下。刚刚吓死我了。宋法淡笑不语，其实他刚刚也被吓破了胆，一颗心快要跳出嗓子眼外。但他突然发现，看到万征的那一刻，他的心就突然平定了下来。也是这一刻，他才发现，原来不知不觉中，万征已经带给了他极大的安全感。有万家和宋家共同参与这件案子，对梁诗琪的审讯自然不会有一点马虎。他原本还指望万良觉能捞他一把，没想到对方直接将先前和林寒雨的事也一起算了进去，再加上有宋法从中操作，数罪并罚，竟然判处梁诗琪10年有期徒刑。听到最终结果时，梁诗琪吵吵嚷嚷大喊着不公平，
万征蹙眉，偏过头去低声问：“用不用我把他进去的日子也安排一下？”“不用，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万征闻言眉峰一挑，随即向宋法投去一个赞许的眼神。“可以呀，有进步。”“那当然，你不看我现在跟谁混的？”两人相视一笑，随即一前一后离开了旁观席。梁诗琪的事情告一段落，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万良觉。从前万征觉得，只要对方不再骚扰宋法，那他也不愿做得太过太绝。但现在来看，还是不行，留着果然后患无穷。于是没多久，万良觉就发现自己的公司越来越不景气。先前所有过合作的客户全部跑光不说，连他亲自上门跑业务，对方都直接避而不见，没有单子支撑，公司可流动资金很快见底。为了维持正常运作，万良觉把所有身家搭了进去，甚至还把房子也卖了。可这些对于他所需要的来说，不过杯水车薪。不仅如此，他还得到消息，林寒雨带着已经快研发完毕的产品去了万征的公司。这一下子，他是真的没有任何翻身余地了。同年夏天，万良觉的公司终于宣布破产，宋法也终于松口，答应转变一下关系，相处试试。双喜临门，万征高兴的一晚上连开了2瓶珍藏红酒。宋法看他这副样子，也跟着笑，轻轻柔柔在万征脸上落了个吻。“男朋友，以后请多指教了。”万征抿着唇，反捉过宋法的手，郑重吻上。“我不指教，我的宋法，他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你快乐就好，一切都有我为你断后兜底。”相爱2年后，经过2家商讨，决定把宋法和万征的婚礼定在4月，但一对新人共同拒绝，最后还是尊重2人意愿，让他们去旅行结婚。躺在机舱里，宋法看着窗侧流动的云，突然就想起了之前和万征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万征，我问你哦，你为什么会喜欢上我呢？”万征稍一抬头，沉思了片刻。“刚开始是感兴趣，很久以前我就听老爷子提起过你，把你夸得天花乱坠，我就想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人。后来接触了，发现确实很好，爷爷没骗我。再后来听说你和万良觉的事，我竟然第一反应不是把他当八卦，而是实实在在心疼你，而且还有点生气他能被你喜欢那么久。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我好像喜欢上你了。”万征说的诚恳，有光落在他眼中，像映出了一道星河。宋法没忍住凑上去亲了亲。“傻子，我也喜欢你。”他们柔情蜜意而无人在意的角落，有人选择了悄悄死去。挣扎了2年，万良觉还是没能讨论万征对他的制裁。他的工作处处碰壁，只能干些不需要看身份的苦力活。他用微薄的工资租了间只有2平米的出租屋，每天蜷缩在他的床上，连腿都无法伸直。好多次午夜梦回，他好像回到了还和宋法在一起的日子。在梦里，没有梁诗琪，没有一次又一次的犯错，他们2个甜蜜相守，白头偕老。可往往最后，万良觉都是哭着醒来，再一睁眼，又是自己这间暗无天日的出租房。这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无法忍受。终于在得知万征和宋法出发去旅行结婚那天，选择了自杀。临死前，他再三斟酌用词，给宋法写去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忏悔，表达自己最后的爱，花光所有积蓄买了一个银质书签夹在里面。他想给宋法最后留一些能留住的念想。信件寄到那天，宋法还远在国外，家里周嫂给他打去电话，问东西怎么处理。
署名看不清楚，就是很普通的信封，上面也不知道被什么蹭得黑乎乎，看起来脏脏的。宋法此时正忙着和万征在外游玩，也无心听电话，听到最后2句就应了声扔了吧扔了吧。一般重要客户不会用那种包装的，估计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广告单子。得了宋法同意，周嫂答应着，随手就将信连带着其中迟来的爱意扔进垃圾堆。可笑那封信件的主人到死也没能得到宋法的原谅，他的一切对于现在重获新生的宋法来说都成为了垃圾。而地球的另一边，夕阳下，一无所知的宋法抱着万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对方的吻星星点点落在他脸上，一字一句万般诚恳。谢谢你来到我身边，愿意选择我陪你共度余生。宋法，我爱你。被叫到名字的人低头笑着，羞红了脸，小声回应。也谢谢万征来到宋法身边，他让我帮忙转达，他也爱你。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